让台风逼近，台东富冈渔港附近沿海出现长浪，浪高逐渐明显，目测超过5米，也越过堤防拍打激起浪花，渔船赶快回到岸边进行加固作业。你看轮胎若无用盖好吼，就会撞伤。有感觉讲啊，吼，迄风台会较大啊，吼，阮就有诶陆续都无出港啊。往绿岛的船班全线停航，风势部分逐渐加大，在卑南溪河床观测到大范围风吹沙现象。 整片雾茫茫，根本看不清楚。一样在东面的屏东满洲港口沙滩，天气状况不好，浪逐渐加高。这里是冲浪圣地，当地居民拍下目前状况，不适合从事任何水上活动。垦丁船帆时，浪也逐渐明显，阴天感觉快下雨，几乎没有游客。垦丁南湾风雨逐渐明显，浪高至少4米以上，岸边已经插起红旗，禁止所有水上活动。南湾海边浪况也变大，目前禁止水上活动插红旗，相关单位全力戒备。而在屏东东流线码头，一大早出现业者，赶快要把鸡蛋、蔬菜等民生物资送到岛上去。在周一，联航跟民航陆续开出末班船。东港收班的时间是1点半，最后一班。那在琉球端，收班的时间是2点半。 周2、周3全线停航，有居民要赶回岛上防台。花瓶沿海边完全看不见游客。虽然风浪状况还不明显，但有许多游客一大早赶快打包，要赶船班躲台风。凤凰台风逼近，东部、南部海边逐渐有感，全力防台戒备。三顺王浩源、朱俊杰连贯至陈元安，台东、屏东报道。 而这2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凤凰台风，它到底会不会登陆呢？尤其它的路径看起来现在是非常的诡异，非常雷同于之前的南马都台风。那么目前按照预测路径来看的话，最快很有可能在礼拜3、礼拜4的这2天就会有机会来登陆，而它登陆的地点会是在哪呢？整个西半部都非常有机会，而当中又以云林的几率相对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高的。预计最快在今天傍晚，气象署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紧接着明天的上半天也有可能会跟进发布陆上警报，而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呢，虽然这个台风它目前看起来强度有可能会持续的减弱，在接近台湾的时候会是以这个轻台之姿来登陆，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呢，因为刚好现在又有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影响，因此包含了北部跟东半部，今天跟明天这雨势会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到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一带都已经出现了紫爆的情形了。而到了礼拜3、礼拜4的时候呢，它到时候这个影响的状况会逐渐扩及到整个中南部地区，大家都一定要特别当心。而大家现在也很关注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放台风假呢？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暴风圈侵袭几率状况来看的话，有7个县市暴风圈的侵袭几率已经突破了90%。 大浪不断拍打岸边，基隆外木山浪涛汹涌。今年第26号台风凤凰持续接近台湾，但海警尚未发布，甚至出现民众下海游泳。无用啊，你内底较安全就对啦，多就侪人嘛，多才侪人啊。 阴雨绵绵，仍挡不住民众运动热血。今年7月初，丹纳斯台风在嘉义布袋登陆，强烈豪雨重创中南部。气象署预估凤凰将从西半部登陆，携带共伴效应，恐怕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周3的白天到晚间，台风逐渐接近到台湾的西南方海域，并且有机会在周3、周4这段期间通过台湾陆地上空。凤凰受到环境影响，抵台时可能只剩下轻度台风，但迎风面降雨依旧要注意。从10号白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降雨明显，晚间一路到11号白天雨势加剧，最快10号傍晚发布海警，11号发布陆上警报。随着台风北上，12号开始，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得要小心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北台湾也会出现短暂阵雨。13号起，中部以北雨势明显，14号后各地才会转成多云到晴。有少部分的模式显示台风会持续的比较偏向往西北的方向移动，那也有部分的模式呢，虽然都是以北转的角度为主，但是有一些部分的北转的角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在绕比较大圈的情形之下，也有可能在接近的过程中就稍微比较减弱，或是没有这么接近。即便凤凰路径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摊开各国路径分析，大部分还是显示将会穿过台湾，北部、东半部还是得要小心豪雨致灾。而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未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台几率，更有5县市达到90% 以上，澎湖县也有89%，本岛其他县市均在68%以上。11月秋台凤凰登陆台湾倒数计时，全台各地绷紧神经，提前做好防台准备。3立新闻黄正杰、林婉胜台北曾报道。
好了，我们看到气象署预计最快在今天傍晚就会发布凤凰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了。那么目前哪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风雨了呢？时间交给嘉伟。好的，现在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我们透过风场图马上提醒大家呢，接下来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明天陆上台风警报，哪些地方要特别警戒呢？好，虽然凤凰台风呢，它已经路过了这个菲律宾的陆地，但是因为它整个大环流结构啊非常的扎实，因此就算被破坏，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中度台风的中段班。透过风场图要让大家了解到的主要的风势，随着它逐渐在接近当中，好，颜色最深的地方，来看看台湾海峡受到地形的影响，再加上啊它主要的环流结构，风势最强的地方就在整个西半部，尤其沿海呢，在苗栗、台中、彰化、台南跟恒春半岛都要小心，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在北台湾呢，以及呢东半部，现在要小心就是所谓的共伴效应。现在的雨势呢，包含宜兰啊以及新北部分地区已经突破了100毫米。接下来今天下半天，随着它一路的北上的过程当中啊，共伴效应会越来越明显，也有机会一路往北边来拉抬。接下来下张图表，我们来看看呢，主要啊未来它的走向，在它整个偏北的过程当中，现在时速走的是越来越慢。好，原本20几，那30几，现在只剩15公里。那虽然最大风速呢降低了，已经来到了一个中度台风比较偏弱，每秒35公尺，但是主要它在整个北转的过程当中，在台湾巴士海峡以南的海域还是有机会下一暴，不排除它有可能再增强，每秒来到了40公尺。7级暴风半径也没有减弱，大环流结构依旧来到了250公里。换句话说，接下来它在北上啊，受到了东北季风持续呢把它打得比较弱，还是有可能维持在一个中度台风的下限，或者是一个比较强的轻度台风。因此，首当其冲的这一些地方啊，包含了台中以南呢，一路到恒春半岛这一些西南地区呢，尤其在沿海啊，风势会非常的强劲。为什么呢？虽然它减弱了，但是依旧维持在一个台风等级，而且没有受到中央山脉的这个阻挡，它的这个12级的强阵风就可能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现在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当然是比较源源不绝的水汽，包含它的外围环流，现在在恒春半岛啊以及南部的山区已经开始降雨了。而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共伴效应，今天上午已经开始明显降雨，尤其在下半天开始，随着它一路的北台啊，大概距离台湾呢不到300公里左右呢，好，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双北的山区、大台北的东侧、宜兰，再加上花莲啊，共伴效应都有机会来到豪雨，甚至局部大豪雨的雨量。下张图表我们再来看看，因此现在发布了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大台北以及呢宜兰，目前的雨势啊，从10点过后呢，已经陆续突破了100毫米。好，宜兰的南澳现在不过才半天，已经突破了118毫米，包含了新北啊、双北跟花莲也都几乎来到了豪雨等级。下一张图表要提醒大家，那北部主要小心雨。好，橙色的部分，西半部呢大概啊都是7到9级的强阵风，尤其橙色沿海的地方，苗栗到彰化一路呢到这个恒春半岛要小心，不排除出现12级的强阵风。以上这一节台风快报，我们再把时间交换给顺佳。好了，谢谢嘉伟。我们看到台风来势汹汹，南台湾的农民是相当忧心，像是屏东的农民就紧急替莲雾套袋来防台，而在嘉义的鹿草乡果农更是大叹，上次的丹纳斯台风将温室给吹毁了，都还没复原，而现在台风又来，风台来是真麻烦哦。摊子上一笼笼黄澄澄的柿子，数量超多，堆得有如小山高。嘉义县番路乡柿子采收进入尾声，而这批柿子更早了几天采收，果农担心凤凰台风袭台，狂风暴雨会把柿子给吹落。较成熟的、较红，我已经甲收起来。哦，啊，这就爱改变啊。改变啊，变到咱的变无对就是当肥料。柿子农出动长杆，把树上所剩的柿子全部摘下来，不管大小，全部采完，好的卖到市场，等级较差的作为加工品，降低损失。有可能排不到工啊，因为大家都受灾嘛。而在嘉义鹿草乡种植草莓果农，继7月丹纳斯台风吹毁温室，还找不到工人，还没复原，凤凰台风又可能来，紧急把幼苗搬到安全的地方。先把布盖着，怕到时候很辛苦。把溪做好，又怕溪又崩了。都够辛苦的，风菜又来乱。天公伯啊，靠得力啊！屏东周一上午出现了雨势，莲雾农冒雨套袋，这些莲雾刚开花结果，多数果实表皮还是绿色，不能采收。天气到时候台风太恐怖、太严重的话，会导致倒伏这样。
而在云林稻农则半夜摸黑开到谷基紧急采收，稻米怕雨湿度高，卖相差，品质会受影响。都辛苦的啦，这稻我是还袂好挂，不过台风天要来大家拢烧济要挂，无挂这个会淹水，规个拢损失足济，做农民的。都辛苦哎。稻米提前采收，量大影响价格，但要是等到台风过后再来收割，品质则会下降。中南部稻农、果农看天吃饭，左右为难。三立新闻综合报道。